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素闻华妃厉害，却不想如此狠辣。夏氏虽愚蠢狂妄，却罪不至此啊！今天胖妮和小主们唠唠前3集就下线的2个角色，被淹死的福字和出场连皇上的面都没能见上就被一丈红的夏冬春。夏冬春死，让华妃在这届新人面前立了好大的位。从这以后，华妃的形象在这届新人的心里是很辣的。而皇后就是被华妃这个宠妃所压制的善良的端庄的娘娘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华妃赢了，实则却是皇后大获全胜。其实这都是皇后一手策划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咱们从头开始看起来。要是走了，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。矫情，愈发小性子了。除了你之外，再没有第2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。好香啊！不得不说，这个时期华妃真的是很受宠的。这份宠爱和甄嬛进宫以后，每每都是为了平衡年羹尧的势力的宠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咱们看这个时期的华妃，走路都是带着风的。本宫来的不算晚吧？给华妃娘娘请安。她住的是奢华风的翊坤宫，而皇后住的是简约风的景仁宫。唉，皇上仓促登基，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，委屈皇后娘娘住这景仁宫了。皇上才登基，一切从简，这件事往后再说吧。皇后就是宽宏，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，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，都于心不安呢。她手里握着协理6宫的大权，对这个无实权的皇后说话是毫不客气的。皇后天天盼着初1、15才能见上皇上一面。如今你贵为皇后，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，省得辛苦。臣妾虽为皇后，也是皇上的妻子。而华妃却敢在皇上来的时候耍小性子。皇上要是去看别的妃嫔，她就敢直接撤了人家的绿头牌，让皇上不得不亲自上门哄她。请皇上翻牌子，就新常在吧。奏明皇上，华妃娘娘说，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，身子尚未痊愈，所以不宜侍寝。朕就去华妃那儿吧。这日子一天天的，皇后肯定是忍到极致了。之前皇上登基需要年羹尧的帮助，她不得不看着华妃在她面前张狂，但皇上这都登基大半年了，她也是时候反击了，所以她才和太后商议，让皇上选秀。她的第1步计划就是想让新人来分掉华妃的恩宠，第2步计划是在新晋妃嫔里面挑选队友来和华妃抗衡。毕竟当时华妃党里有军师曹贵人和曾经能让皇上1夜3次的丽嫔，皇后手里却就只有一个呆呆笨笨的齐妃。而且这皇上肯定也想到了，是皇后在背地里搞事情，所以他表面上应承了太后的选秀要求，但提出要让华妃主持这次选秀的事宜，以及要求要多选些汉军旗妃嫔。他这是为了防止皇后会借着选秀的机会安排满军旗的人进宫来，增强自己的势力。皇后事多，华妃协理6宫，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。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，选个新人进来也好。皇娘，儿子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，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。这里因为皇帝多喝了1碗鸭子汤，皇后就借题发挥，皇上一听就立刻变脸走了。这道鸭子汤虽然好，可已经是第3碗了。幸亏皇后提醒。不偏爱，懂节制，方得长久。皇上喜欢这道菜，再尝些吧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恭送皇上。可以看出皇上对皇后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多有不满了。不过这也不能干扰到皇后的计划进度。他先是把一个丫鬟福字硬生生推给了华妃，说是让她带回去管教管教。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，本宫看她机灵，便拨给你使唤吧。
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。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，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。先不说宋芝是不是故意打翻了碟子，华妃虽然口头上说着她蠢笨，但一个手握协理6宫大权的宠妃，还不至于缺个聪明婢女的。况且内务府的皇规权也是华妃的人，想要什么丫头没有呢？这里能看出是皇后硬把福字塞给华妃的，皇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待会说。接着皇上不情不愿地出席了皇后和太后计划中的选秀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在选秀上长着一张纯圆脸的甄嬛出现了，这让他们如临大敌。太后和皇后的目的是让后宫百花齐放，并不想有任何一个妃子专宠，这样皇后的位置才会稳固。所以先是太后故意用猫来为难甄嬛，一旦甄嬛定力不够，就会像秀女孙妙清一样殿前失仪受罚，永远不能再参加选秀了。太后这一招显然没起到作用，换皇后出手了。原本皇上是想封甄嬛为贵人的，皇后一番道理讲下来后，就变成了常在，又利用华妃把甄嬛发配到从前方贵人居住的遗留有麝香的碎玉轩。总之，在太后和皇后的一顿操作下，甄嬛进宫的待遇是一降再降。接下来入选的妃嫔要进宫了，皇后是急着要从里面挑选队友对抗华妃的，但是华妃可是当时宫里宫外响当当最得宠的妃子，每个新人进宫前都会受到教习姑姑以及亲人的告诫。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，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，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，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。所以皇后要让新人去和华妃斗，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有脑子的新人都不会敢去跟华妃斗。然而这时候无头无脑的夏冬春出现了，他在选秀后台一战出名，除了华妃盯上了这嚣张的夏冬春，皇后也马上就盯上了他，并且决定把他培养成对抗华妃的先锋。所以皇后特别抬举他，给他求了常在的位分，又特意让简秋单独给他送了赏赐。原本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对新晋妃嫔的赏赐不应该都一样吗？她偏不，延禧宫里就挑了夏冬春来送，光明正大的宣布夏冬春就是她皇后罩着的人，这让虚荣心爆表的她很配合，直接就对着周宁海说出不要命的话。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，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。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。并且在第一次和宫觐见之后，就惹得华妃赐了她一丈红。紧接着福子的事就被翻出来了。到这里，华妃的威风是出尽了，但是在这群新人的心里，她更是被贴上了一个残暴、凶狠标签。这其实就是皇后的目的，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。那华妃被贴上了后宫残暴第一人的标签以后，这些新人以后在后宫里面，无论遭遇上什么算计，他们第一反应就会是华妃干的。就像梅庄禁足被下毒，富察贵人小产以及甄嬛小产，黑锅都是华妃背的。夏冬春出场的这短短3集，为皇后前妻在新人的心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、被宠妃打压的善良皇后的形象，为她暗地里做许多坏事都得到很大的便利。就像前妻的甄嬛就自然而然地向皇后靠拢了，被算计了多次都没有意识到皇后是个心机深层的敌人。很多人又有疑问了，那要是秀女中没有一个无头无脑的夏冬春呢？或者皇上根本就看不上她呢？皇后不是没辙了吗？并不是，如果没有夏冬春，皇后前面安排的福子就派上用场了。在皇后的意料中，福子很快就被勒死，扔在了水井中。这明明是新人进宫之前就发生的事情，皇后是特意等到新晋妃嫔们都进宫之后，才把事情翻出来。因为福字的作用，原本的设定就是和夏冬春一样，目的就是让华妃在这群新人的心里贴上一个很残暴的标签。只不过皇后得到了夏冬春这个意外之喜，因为同为妃嫔的遭难，远远要比一个宫女的死更让新晋妃嫔们感同身受，所以就算没有夏冬春，皇后都已经设定好了开局，并且因为福字之死，还把甄嬛这个最具潜力的对手给吓病了。这样说来，皇后在这场宫斗的最开端是不是赚得盆满钵满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